在这个版本啊玩打野，如果你不会瑞文的话，就像以前啊去青岛旅游，没去过海底世界啊，别说你到过青岛。所以想当一个合格的野王，不管是下午之巅啊还是排位，这个英雄都是必练的，素质啊无需多言。就最近这几天我打下午之巅，我玩的是 ADC， 说来也奇怪啊，除了第一天我全胜的那一天，我队友的打野全是强势打野，就瑞文、赵信、南刀、狮子狗什么的，只要放出来立马换到1楼抢，所以第一天啊打得非常顺利，全胜。然后第二天开始了，放出来这些英雄，我的打野也不会抢，然后对面抢了狮子狗啊，抢了瑞文，我们家打野5楼选个男枪，所以第二天打得比较惨啊，打了6个小时啊，掉了20分。那个男枪呢是国服前50，他倒是会吃经济，虽然不怎么抓人啊，但是经济不低。发育了20分钟，被对面瑞文一个 Q 闪 A 秒了，当时的画面贼滑稽啊，因为这个男枪在开麦指挥我们。因为当时远古龙刷新了，两边在拉扯，男枪开着麦跟我们说先别动啊，拉扯一下。刚说完这2个字拉扯，瑞文从草丛里面闪出来给他秒了，所以就很滑稽。你选个弱势英雄啊，偷偷摸摸的啊，也不抓人，好不容易刷了20分钟，本以为要崛起了，结果被对面的数值怪一个 QA 秒了。你说你找谁说理去？说实话啊，不是男枪、艾克、稻草人这种打野弱，而是有些英雄吧太超标了。普通英雄想杀人，必须得每个技能穿插平 A 打满所有伤害才能勉强秒掉。你换了数值怪，技能是用来靠近对面的。就你别看瑞文是3段 QA， 他只要开大招打中1段 QA， 一个大招就能秒了脆皮。这还是前期装备没起来的时候，你要到了后面装备起来了，都不需要大招了，杀脆皮一个 QA 就没了。所以我才说啊，这个英雄的话是真的需要练，就哪怕你不想玩你也得玩，因为你放给对面有难受。你像有一把我玩卡莎，我的经济也不低，也多了护甲鞋，瑞文进场被我队友激活了，他一丝血闪现拉开，我当时脑子一热，我寻思对吧，就算我没有虚弱啊，你这点血我也能杀你吧。我刚飞过去，他闪现 WA 我没了啊，对我没了，出了护甲鞋的卡莎开大招飞过去，一个 WA 给我秒了。也就是换以前的凯隐对吧，他也得 WQ 全中吧。谁还记得1年前凯隐是最有素质的英雄，现在1年过去了，他反而变成一个低素质英雄了。只能说啊，世事难料。当时很多人啊都寄希望等版本环境过去之后呢，策划会改回拉扯版本，现在啊还给你拉扯拉个蛋。像这里我跟宇文摆开架势对吧，就看操作，就怼上去啊，你 QA 我，我 QA 你，就看谁能学到最后啊。这边的话我也闪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知道吗？别看我血少，我就是敢穿进去干他。记住了啊，玩瑞文这个距离想靠近对面，先别用1技能知道吧，先放1段 Q， 然后再1技能2段 Q 3段 Q 击飞 W 晕住。一般情况下除非贴脸可以直接用1技能。然后这边的话对吧，我也不知道为啥就出了个焚天，怎么伤害就突然这么高了呢？就以前你瑞文想有这个伤害需要出暴击，但是暴击装吧很脆并且非常贵，现在好了对吧，星石焚天那么便宜，有护盾有血量 CD 还高，所以这个版本啊瑞文就出吸血鞋，3项星石焚天大穿甲复活甲，比暴击流好用多了。当然如果对面是菜刀队，可以把星石换成15啊，反之如果对面是纯 AP， 就把星石换成影魔刀啊，自由的搭配。瑞文的基础素质本来就高，他出什么装备都有伤害，当然必须得出焚天。焚天的第一下暴击很关键，任何一个脆皮只要被你开大招 A 的第一下焚天，他就没有胆子跟你继续打了，很简单，一刀就失血了，还打个屁。像这里我们来逮捕前代数值怪， EQ 击飞 WA 大招收尾送走。然后这边的话刚才是不是有什么跳过去了啊？算了不管了，回过头来打这个锤石。虽然你很肉啊，但是没用，在我瑞文的操作面前，你的坦度不值一提。当然瑞文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虚弱。我不要求你们玩 AD 啊，把带虚弱，但是对面有瑞文，你必须得带一个。只要他 Q 闪进场，你帮队友放个虚弱，只要瑞文第一波没打出伤害来，那这波团基本上就稳了。你带疾跑啊，当然可以了，前提是你得拉扯到极致，知道吧？别让瑞文 A 到你一下，只要 A 到1刀啊，你就完了。他要没闪现的话啊，还好，就怕你拉扯半天给他逼急了，闪现戳你1刀。就像这里啊，这个 AD 对吧，闪现戳他1刀，看到没？不带虚弱的下场。如果不想跟小炮一样，记住我的话，对面有瑞文、护甲鞋、虚弱啊，记住了。这波打赢，但是没有兵，所以我就来下面抓这个开隐，扫描一开，吆喝你还真带。他想穿墙跑啊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到了后期啊，这个瑞文的 CD 非常短 ，Q 技能只需要2秒，所以尽量不要落单，不然被瑞文盯上啊，你是很难跑的。像这边开隐被撞起来，我们这 EQ A 1刀，就你还数值怪，喜不喜欢哥哥的大宝剑？看到了没？还不赶紧去练瑞文？我在下午之巅遇到一个国服瑞文，玩的是非常强，但是他胜率没我高。我天天玩德利啊，在下路对混，他战绩里面啊全是乱杀，输的局 SVP， 赢的局 MVP。你像我打了10把 AD， 只有1把 MVP， 但是我的胜率比他高多了。